哎，為什麼你的衣服已經弄髒了？哪裡不高興？是的，各位超認真少年的觀眾朋友們，大家早安。本集呢是由妮維雅贊助播出，即將進行一個如何帥帥氣氣、清清爽爽的當一個超級奶爸。我從高中的時候呢，就用了許多妮維雅男士的產品，然後一路從高中生出了社會，到現在當爸爸了。我們終於總算等到妮維雅這間公司來跟我們合作。今天的企劃是由我們父子2位聯手的長片，不能在任何媽媽的支援之下，我們要如何清清爽爽當一個帥氣的爸爸，照顧他24小時，然後同時他不能情緒崩潰。如果今天他情緒崩潰，哭超過30秒，沒有把他安撫下來，那我們就要送給觀眾朋友一組妮維雅，30秒一組。哭3分鐘送6組，大家是希望看他哭久一點，還是不哭？我們今天完全就是照着這個爸爸的實力，大家一定會覺得我很手忙腳亂，但是我告訴你，我可不是一般的爸爸，超認真父親是不太一樣的。我當然也很感謝今天這個企劃啦，因為我其實才剛從德國出差回來2天，工作常常要到處跑嘛，所以能夠有一個很完整的一整天，其實好像沒有這樣子過。我其實從來沒有這樣完完整整的24小時，就只有我跟他。以前會有保姆嘛，不然就是因為我要工作嘛，我要去案場，我要怎樣，會中間中斷，或者是中間可能是媽媽陪他睡覺。今天是一個我們單打獨鬥的計劃。現在這個是真實的全記錄，現在時間是動6、3動，所以通常第一件事情要幹嘛？幹嘛呢？第一件事情餵奶，要不要喝奶奶？沒有，要先玩。在這邊等我。好，走。奶奶喝完要幹嘛？刷牙，對不对？好，换這個。你在刷牙的時候，爸爸來順便保養哦。化妝水這個步驟呢很重要，很多人會跳過。但是你如果現在不拍，你之後用很多東西都會打折。那個等你長大都在用，不是你現在可以用。這裡面有海洋巨藻跟維他命原 B5，幫助保濕，改善你皮膚的暗沉。反正拍一下很簡單。接着乳液，乳液這個呢就是重點。玻尿酸有分大分子跟小分子，大的呢鎖住表層的水。小的呢，滲入皮膚裡面，幫助你底層的補水。這個呢，2個都有。精華乳裡面的爆水科技，看起來有沒有清爽？擦起來3秒就化水，馬上吸收，不黏。保濕8小時，基本上到今天帶它出門都不用再補。這東西叫什麼？龜化。你看哦，開始，1、2、3，變成水了。不黏，長大之後你就可以擦了。不用敲，現場的洞我有留了，你拿一条锁下去，2個5分的，然後2個6分的，你指印膠打下去之後就可以了。好，全是爸爸。所以你看到底是在跟誰講話？跟安常講話。全是爸爸，同時工作，端着故事。不用敲，我們那邊不用敲，你這邊也不用敲，用鎖的就好了。這樣交給你，用鎖的就好了。你知道，全職爸爸就是這樣。其實我們拍片之外，我有一間公司在做那些建設公司的公共藝術。今天剛好安裝，但是當然是顧小孩比較重要。我們工班都很強壯，所以如果你剛好買到這間房子，剛好看到外面有一個這種變色龍的不鏽鋼雕塑，好，我們公司做的。我們公司專門做這種別人做不出來的怪東西，所以歡迎各大建設公司有這些需求的一樣可以找我們。所以你知道嗎？小朋友從小的教育不能等，你從小就要讓他接觸跟你工作有相關的。所以待會我們可以先準備出門了。現在時間早上的9點半，通常這個時候保姆會帶他去公園，或者是會去一些早午餐。然後因為今天是我帶，所以我決定帶他去走一些不一樣的行程。我決定帶他去看房子。這麼小就已經有自殘的觀念，看房子對，沒有那我不知道為什麼就剛好安排在這一天，因為那個他的阿公阿嬤就老人家嘛，就需要有人要換
電梯的房子。所以早上這個時間，不要玩這個髒髒。所以我們早上這個時間決定，好，沒關係，等一下洗手哦，好不好？所以我們等一下這個時間決定看他這個房子他喜不喜歡。從小建立一下這個看房子的概念，增廣一些見聞。因為小朋友需要刺激嘛，小朋友的教育就是你從小給他什麼樣的刺激，他耳濡目染，然後長大之後就會知道。走，出發。給這個各位帥氣奶爸一些簡單的建議。其實這個概念哦，是我教媽媽的。從小我們就要有一個3件組，就是說要先準備一包，就是外出包，因為等一下出去的時間比較短暫，就是比如說衣服、口水巾，然後薄外套。怕的，然後再来是尿布，簡單帶個幾個。你如果带尿布的話，就是他可能會在外面大小便，所以就是你要帶什麼濕巾啊、清潔的用具啊。雖然他從來沒有炸死過，但是你還是要以防萬一，說不定今天就第一次，你的衣服要帶。然後還有這個水壺，小朋友喝水，補充水分。為什麼你的衣服已經弄髒了？你為什么你剛剛弄到什麼東西？你看就這樣子，還要出門了。換一件吧，一模一樣。為什麼它有這麼多件呢？因為這是我們出的，專為副總設計的，它尺寸不一樣。來換衣服，請打吧。會員解鎖，高級會員。會員也不能。就講小朋友出門猶如打仗一樣。最可怕的就是他如果在後面該該叫的時候，你要怎麼辦？不能把他抱下來，你只能這樣子。乖呀，乖，噓，這樣讓我副總多鎮定。旁邊就算坐你也沒關係。要開心的時候，你不要看起來現在很鎮定的樣子哦，因為他在錄影。我覺得副總厲害的地方就是他在錄影的時候，他的表现會很好，跟我一樣。我們一開機的時候，我們就開心，把歡樂帶給大家，可以這樣留給自己。開心，他說開心的，不要質疑他。我們要去看房子，看你阿公阿嬤的房子。那給你一張，給你爸來。現在這是1樓，這樣會多少錢？多少錢？這個是第4台，是網絡，是電話，電話線。然後你要看哪邊？看電箱，你看弱電箱，這是訊號線，有沒有？網絡訊號從這邊過去，對不對？然後你要檢查什麼？檢查電箱幾安培的？你看，100安培哦。馬桶、廁所，全交交換机多少？全交换機15安培，15安培。真的撐不住了，空姐啊，看了3件，果然太年輕了，他已經受不了了。看房資歷只有1年，沒辦法看這麼多，對他來說刺激太大，馬上就睡着了。這種時候就是大家可以休息的時間，趁他睡，趕快跟人休息。現在時間中午12點，我們出門前忘了一件事，我們忘記要先準備他吃飯的東西，所以這個時候如果他開始哭餓的話，我就要想辦法轉移他的注意力。因為現在副總1歲多嘛，所以可以開始吃一些正常的食物。其實我剛剛不小心犯了一個錯誤了，我們應該是要出門前先蒸，就忘記了吧？對，忘記了怎麼辦？那你先畫畫。那我跟你講，身為一個工業管理大師，在此時此刻你要幹嘛？叫 Uber， 叫便當，不然一般的媽媽是沒有時間吃飯的。一般的媽媽在這種時候，忘記小品。一般的媽媽在这種時候。手忙腳亂，這是爸爸的標準流程啊。一般的話，他就是你在這個時候，媽媽很辛苦，就是你要準備他吃的，你又要自己用自己煮的飯，所以我們的策略就是，金錢台幣蛋糕，同時叫 Uber 叫大人吃。在運送過來的這個途中，你就可以跟他玩，然後同時你可以準備吃的東西。有沒有看到我們現在這個洗手台？這個算是正常發揮，每天晚上睡覺的時候是要滿起來的，對不對？你怎麼畫到地板上來？等一下，你去擦擦，小朋友。擦，快點，擦，這髒髒的，看擦，趕快擦給我看。他不愛擦小。你知道以前他剛來我們家的時候啊，我3天2頭都在複習那個 CPR。為什麼？小朋友很容易噎到，所以食物要很細嘛。就是你要切到它剛好可以拿，然後但是又有咀嚼感，
又不要噎到。好，所以我個人的做法都是用這個沙拉棒，然後拿進去蒸，吃的比我還健康。開始哭腰了，開始哭了。啊，餓了，先吃餅乾，好不好？你怎麼好像餓了3天一樣？他餓到發瘋了，你看這面牆。你從這邊看起來像是一個飢餓的藝術家一樣。不然我們來玩遊戲。走，我們來去玩遊戲。這個時候我就要發揮我的專長，各位，愛家的好男人們、好爸爸。小朋友在歡的時候呢，你是沒辦法跟他說不要吵、不要歡，這個對小朋友都沒有用。你知道真正的做法是什麼嗎？吸引他的注意力。你看這個好好玩哦！哇！然後这個時候讓他忘記剛剛挨餓的感覺。嘿，威哥，很好，你怎麼這麼聰明？然後這個時候在他玩的時候，趕快再繼續準備吃了。哎，怎麼了？哎，是，來，怎麼了？這個，我要用我的賓士 G 卡撞倒你的小怪手。怎樣？兄弟柴哦，哈！土方也有啦哈。從小教他怎麼樣面對社會事。工業術語。如果以後有人威脅你，就要這樣子。在這個時間點，我們好不容易撐完了15分鐘，電鍋跳起來了。你看他已經準備好了。在這邊，身為各位地方爸爸，我來教大家如何減少小朋友吃完飯後的打掃問題。首先，在工業裡面，我們會常使用到一種膠帶，有人叫遮蔽膠帶，但是正確的名稱称之為叫養生膠带，各大五金行都有在賣。這個就是你出去外面吃飯啊，或者是你在家裡面吃飯也都很方便，因為有時候出去外面餐廳吃飯，你會很不好意思把它弄亂七八糟，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就施一段養生膠帶，把它要吃的地方範圍貼起來，貼起來之後呢，我就把它剪掉，剪掉之後，好，我們把這個鋪上去。鋪起來啊，因為它這種就是有點靜電效果，所以就中間拉一下，好，然後就很服帖了。然後之後呢，再把你還要吃飯的地方把椅子放上去。接下來我们就可以進行洗手吃飯的動作了。來，小朋友出來洗手了，因為他會用手抓，所以我們洗手用飲用水。OK，very good。來，此時此刻，哈 ，Uber 送來了，所以這個時候地方爸爸你就可以。好，等一下，先喝水嘛。等一下啦，地方爸爸，你就可以一邊吃飯一邊餵食。裡面我們所準備的這個能夠讓你撐最久時間的，哈，就是玉米。全世界的小朋友都愛玉米。來，先來個花椰菜，有湯湯嗎？沒有。來，紅蘿蔔。你知道我每次只要放假單獨顧他的時候啊，我都很想去上班啊，比我工作還累。然後這個時候，我如果在我媽面前講出這句話的時候，我媽就會講說：“我跟你講，以前你跟你哥哦，我都是前面背你，後面背你哥，一邊做生意一邊賣滷肉。”對不對？全世界的媽媽都很辛苦。好，這個時候你有嗆死的時候，對不對？趕快單手，再兩口，很好，要保持這個節奏。一有掩護的時候，趕快吃兩口，然後最後這個玉米放在最重要的關鍵時候使用。你看這個時候弄得滿身臭汗的時候，你需要什麼呢？妮維雅地下除臭，地下那個滾珠那個、啊，小時候不是都用這個嗎？這個也不錯用，推薦。玉米是大絕招，是因為比較久。對，玉米可以撐超久。还有另外一個是香蕉，香蕉也可以撐很久。所以你如果要出去陪客人吃飯或什麼，要帶着他喝，你就是帶玉米。但你就是要抓好，就是讓他那一天就不要再吃玉米了，因為你吃都會脹氣，可是你也不能一直吃。他就沉浸到自己的世界裡面，玉米的世界。起來啊，爸爸，哇，你怎麼吃的亂七八糟？1、2，
1、2、3，哇！我跟你说，吃的满臉都是。以後再教你的臉怎麼保養啊。洗手，玩水，玩水，棒棒棒棒棒！哇，不要出！為什麼？你怎麼了？你怎麼了？哪裡不高興？OK， 爸爸。小朋友在歡的時候呢，吸引他的注意力。谁要吃冰淇淋？那我們來玩這個球球吧。嘿，嘿，我來1、2、3，投哟，投進去。哇，再一次，捡起來。你把你的食物都弄在地上了。啊，很好，捡起来给我。捡起来啊，还有一點。走，我們來去叉叉。現在時間1點，現在1點的時間，我們要用最快的速度把這邊做一個簡單的整理。你看，小朋友吃飯，大部分就是變成這樣子。想必家裡有小孩的人應該都很熟悉，所以這個時候你需要快速的把這些東西收一收，卡在腳上墊的拖到地上沒關係，拖到地上。好，這個時候把它丟到廚餘桶。這個丟到廚餘桶裡面，衛生紙一起丟進去，攪拌會更好。好，我看到已經越來越亂了，這個累積到晚上不得了。把它移開，然後呢，就可以把它剛剛吃的，有沒有？收起來，有沒有？這個攪拌機把它粘起來。哎 ，Chunky， 對不對？你又在幹嘛？這是什麼？你要泡茶了呀？你吃飽飯要泡茶了嗎？走，我們去換尿布了。Go！ 買捆就是買捆。現在時間2點了。原本我以為會有一個中間休息睡覺的時間，但是看來沒有。不過你有發現一個重點？早上忙到現在下午2點的時間，看看我的皮膚，已經經過了7、8個小時了，是不是？依然保濕效果非常好。有沒有出油？沒有，沒有，而且還不會黏。我不知道長期的觀眾有沒有發現，其實啊，我拍片啊從來不上妝的，是沒化妝的，除非是拍那種什麼 GQ 雜誌啊，或者是真的有一些重要的典禮啊。因為我發現我典禮好像也沒化妝，只有人家免費請化妝師的時候我才要化妝。所以男生保養很重要，有沒有？繼續再戰。泡茶，他剛不是叫我泡茶嗎？怎麼了？什麼意思？其實我們除了今天的24小時生存之外，就是有一個主線任務跟支線任務。主線任務就是每天的日常嘛，早上起来泡奶、吃飯、再玩玩具、再吃飯、再睡覺，這樣，這是主線任務嘛。然後支線任務就是因為我們在台中有一些幼稚園比較麻煩一點，就是你可能在1歲的時候你就要開始決定幼稚園，所以剛好我們今天有另外一個支線任務，就是我們要開始去研究幼稚園。哎，那泡茶，你刚不是要泡茶嗎？喝個茶，要不我們看？題外話，我們頻道最近出了超認真普洱茶餅，因為我們覺得泡茶都比喝酒好嘛，所以我們就想說晚一點出一點不一樣的茶葉，普洱茶、生茶跟熟茶。那我們待會去哪邊玩？公園嗎？還是去哪裡？幼稚園看。那我能不能剛剛好？那個幼稚園就在我媽家附近。那我能不能剛剛好，就是經過我媽的家裡？因為你們說她的媽媽不能幫忙嘛，但你們應該沒有說我的媽媽不能幫忙。教育小孩這個事情是什麼？師徒相傳，我們使用的是一種家傳秘方。然後，因為我其實坦白說，我也在決定說，到底這個幼稚園他要念是我這個附近的學區呢，還是他阿公阿嬤家的那個學區呢？我常常不在台灣嘛，所以我們兩個都有考慮。那我們就帶他出去丟包吧，帶他出去玩。出門戴帽子。今天你要戴這個昆蟲帽，還是你要戴閃電麥昆？你要戴這個嗎？藍色的，藍色的，好，戴藍色的。
走，大家反帶，這樣帶起，嘿，這樣。睡覺啦！那樣你睡覺，你不睡覺啊？然後我最怕就是開車的時候，來，自己安撫你自己。這裡，哎，你自己安撫你自己，啊，要自己照顧好自己哦，知道嗎？你長大了，他現在多大？他现在1歲2個月，你看做得到吧？對，總要是靠自己，或者是靠父母。等一下你就看到他阿嬤了，你看到他阿嬤就知道我是怎麼樣靠自己長大的。阿嬤家，啊，阿嬤回來了，哎，起床了，可愛寶寶，可愛寶寶在哪裡呀？阿嬤開開，阿嬤打開，沒我的事了。哇，阿嬤抱抱，阿嬤抱抱，阿嬤抱抱，哦，乖寶寶，乖寶寶啊，可愛寶寶，哎，可愛寶寶。這應該不算犯規吧？我沒有讓他媽媽幫忙，你讓你媽媽，讓我媽媽幫忙。畢竟教小孩這種事情，祖傳秘方嘛，他教出來的小孩一定比我教出來的小孩還要更優秀。所以在誇你自己。他教出來的小孩一定比我教出來的小孩還要優秀。所以也是在誇你兒子優秀，都優秀。媽媽，跟你講，今天最清閒的是吧？謝謝，謝謝，謝謝阿媽，謝謝。隔代教養，我最喜歡隔代教養。你要說謝謝，換你說謝謝。謝謝，謝謝，傳一下，串接。啊，謝謝，對，真謝謝啊，棒啊棒！我帶沒看幼稚園，我來是看家幼稚園的比較有特例。我那天啊，到現在時間3點半，代表什麼呢？我們今天已經到了下半場，再過6個小時，他就睡覺了。我們現在就能夠讓他盡量消耗體力，消耗在阿公身上。4點幼稚園下課，我們就看幼稚園。好，我們現在帶副總出來看幼稚園了。吃完水果啊，這個血糖升上來了，又睡了。我先幫他觀察幼稚園的外觀。台中國小的這個就是我小時候念的國小，但是還有附設幼稚園，旁邊有外師。對，有外師很重要，就是學習標準的口音。而且外師如果看起來大家心情都好的時候，小朋友的學習熱忱就會不太一樣。我覺得更愛這個外語一點，更愛外語一點。對面又是一個幼稚園，幼稚園我們會一個是看環境嘛，然後一個是看這個風格。趁他在睡覺的時候，我們就先觀察這個外觀。然後呢，等4點下課的時候，因為我們也不方便拍到別人，所以我們就要觀察這個家長是什麼樣類型的家長，這個家長的氣息怎麼樣。如果他都就抖檳榔，然後這邊那個來載小孩，那你就會覺得那個幼稚園的小朋友，他兒子可能也會吃檳榔吧？求學之路比較坎坷一點之類的。如果就是來的那個家長的素質都是很有禮貌啊，很有那感覺就是又不太一樣。台中的東區，就算是隨便每一條街都有我認識的工厂老闆，所以如果副總要繞人的時候，就會是非常快，都是那個工班師傅出來幫他的嘛。這個看起來大自然的環境，但是這間好像被罰過錢，我忘記。因為現在大家都可以上網站去看，說哪一間幼稚園有被罰過，哪一間幼稚園有什麼不當對待啊，哪一間幼稚園有什麼。當然有一些可能被罰還是會改進，然後有一些可能累犯那種，就大家小心。這邊有一間，這個也是私立的幼稚園，你看在他睡覺的時候。爸爸多辛苦，在他睡覺的時候，爸爸就要出來幫他敞開。父母親能夠幫他決定的是什麼？外語老師不是環境，你無法控制小朋友的個性嘛，你也無法幫他挑選朋友，你唯一能夠幫他改變的就是環境。有没有聽過孟母三遷的故事？孟母三遷就是說這邊的老師教不好，換這間的小朋友跟我們家的小朋友格局不對，換營養午餐不好吃，換放到現在孟母就是像是苦家長。副總醒了，场刊也看完了。我們剛剛 Google 了，在他阿公阿嬤家附近有一個公園可以去玩，所以我們現在大概一共有300-400公尺到公園。大家可以看到這個騎樓啊，實在是馬德發科。在還沒有小副總推車之前哦，以前蟻人在那邊講說台灣的騎樓多誇張，這應該過不去了。你看那個是越野吧？你看1、2、3，1層、2層、3層，中間還有人在施工。
啊，施工那個人還沒戴安全帽，還沒做防護，亂七八糟。而且你看，我們這裡算是市中心哦，後火車站附近周圍哦，樓安呢，你看，來改這邊好啊。好，你想說兩邊總會有一邊比較好走啊，對不對？你看，現在一個越野場往下，你看這個落差，嘿。你看，一波还未平息，你看，我又来。這個一般的媽媽怎麼可能？一般的爸爸應該不行吧？屁事！你看他呢，等下呢，大家弄呢。而且我覺得副總已經算是一個很幸運的小孩，就是他有車子可以坐啊，你那個交通沒問題。因為還是有很多很辛苦的人，你可能必須要騎摩托車，或者是你要大眾交通工具，你要走很多路嘛。然後每次你好像都在拆路線一樣。你看這個對面。你看，恰東啊呢，你喜歡哪樣？然後我們又要跑到危險的馬路上。你看，不是我不想走裡面哦，是裡面根本沒路可以走。希望台中市長啊處理解好不好？但是你看副總，他還是很開心，對不對？沒錯，就是這樣。我們就是要給小朋友快樂的童年。這些社會上比較機車的事情，我們就要藏在我們的心裡。希望在他下一代長大的時候會變好。現在時間4點，小朋友，你可愛的小公園到嘍。所以這3間幼稚園你怎麼選？幼稚園哦，超難選。但我自己會有幾個參考指標。就第一個是老師的薪水怎麼樣？為什麼？如果你在一間公司工作，那你薪水很爛很低，你覺得你會好好想要把這份工作做好，對不對？薪水高的工作一定就是會比較多人想要來搶嘛。比如說這間幼稚園老師開4萬，這間幼稚園開6萬，開6萬的那個他一定就可以挑比較好的老師，或者是比較熱情、質感比較好的老師。然後再來就是你当然就還是會參考一些什麼，他有沒有被罰過啊，他有沒有出過什麼意外啊，然後或者是他的玩具是玩什麼玩具啊，然後大家好像又聽说要分成什麼蒙特梭利啦、公教啦、華德福嘛，然後還有什麼美語的嘛、雙語的嘛，就是我覺得超難。其實我到現在還沒投去。如果有各位朋友你們真的有這方面的建議的話，也歡迎你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這個我真的是想破了頭，想了很久，因為我不覺得好像花越多錢就是對他越好。我覺得這個在我的人生架構裡面不太是一個成正比的比例，或者是公立幼稚園雖然沒有寒暑假，但是因為我的工作也不是這麼固定的上下班，你就可以把這個剩下的餘額扣打。因為私立幼稚園好像1年就要30幾萬，對不對？30-40萬。那你如果念公立的，你就可以把剩下的扣打拿去玩一些什麼？我找一個漂亮的英文老師每天陪你玩，好不好？怎樣？不錯，他覺得不錯。或者是你看到可能我們去念一些比較公立或者是比較沒有資源的幼稚園，地方的幼稚園，那我本來就有30萬的打算嘛，那剩下的餘額我可以幫那間幼稚園建設啊，我可以幫他建設什麼全木造的溜滑梯，我可以幫他建設什麼 GRC 的小朋友的那個遊樂設施，所以想了很多啦。或者是幼稚園能不能每天讓他這樣放電啊？哎呀，這樣不行，不能吃土哦，知道嗎？吃土那是以後沒辦法再做的事情。你現在還有辦法，先不要吃土，對不對？很重要，快樂的童年，你快樂，爸爸才會帥氣嘛。哇！這個叫抿石子，抿上去的抿石子。我們石頭上去之後呢，再用海綿把它擦掉，叫抿石子。哇！你看起來沒有很開心呢？他下來反而比較開心，蠻熱的哦，今天跟夏天一樣。但是你看我的皮膚，很不錯吧？乾爽，可以嗎？好玩嗎？玩夠了沒有？要不要去開會了？我點了，媽媽在旁邊提醒我準備吃飯了。所以還有一個，我非常推薦只身打小孩的爸爸媽媽們去的一個地方——百貨公司。百貨公司能夠看的東西很多，吃東西又方便，還有冷氣吹，哺乳室要泡奶，中間要清潔，不小心便便了都很方便。所以我們下一站百貨公司。百貨公司哦有一個 bug， 像我們今天是平日，你知道假日的時候這個人大概是7-8倍。我從來沒有在假日真的成功搭到電梯過。電梯也有分嘛，一般電梯跟旁邊你看那個，請優先禮讓給有需要的人，對不對？像我們這樣子看起來有需要嘛，看起來就有需要的樣子。但我跟你講，我們從來沒有真的成功過。
最後你要怎麼辦？就是變成是我抱着小孩啊，我太太推手推車，因為你不能将上手扶梯嘛，就很危險嘛，所以你只能把小朋友抱在身上。我太太就是架着那個手推車，或者把它收起来，然后就上那個手扶梯。然後你如果被人家拍到，你又要被人家幹掉，就又有人又有意見了。你這樣子，小朋友不搭電梯，會很危險嗎？有一次我這邊等了20-30分鐘，就真的等不到，然後每個人就打開門之後，就你看我看你，沒有人要出來的樣子嘛。然後我就真的動沒掉，我就直接一手抱着他，一手單手抓着那個，這樣子，然後走5樓。所以等一下那個電梯門打開，我們就看着他們，然後他們看着我，就看他會不會出來。準備了哈，等一下打開門都沒有人讓你，就不要幫他打馬賽克。但其實坦白說，我平常我也會搭電梯啦。平常我沒有帶小孩的時候，我還是會搭電梯。但是我通常都是看到真的有需要，我就會自己走出来這樣子。因為我腳其實常年不太舒服，就是我都是能有電梯搭我就搭這樣子。好，來咯，你看。沒什麼人，這裡不會下去。對，這底層啊。我現在進到台幣戰術的方式，主要是因為我中午的碗到現在沒洗，所以我就算一算，我覺得如果現在時間你看已經要6點了，開車回家半個小時，再洗碗，再同時做他的菜，我怕他會動沒掉。顧小孩就是你要馬上做出一個決策，因為他等一下6點多一定會哭腰，我就決定使用台幣戰術，找一間餐廳。今天比較平日，餐廳比較方便，不用等那麼久。那如果我阿公阿嬤能來就太好了。以前都是只有禮拜天才能出來吃餐廳哦，不然就是考試考100分，但是你的表現算100分，所以今天可以吃餐廳。要感謝誰知道嗎？悉尼維亞，那我們當社好吧。我吃飽了。这样他一天到吃几餐啊？现在早上1餐嘛，中午1餐嘛，水果餐、点心1餐嘛，晚餐1餐嘛，等下睡覺前再1餐吧。就這樣午餐嘛，這很多呢。以前剛從月子中心出來的時候更可怕，4個小時就要起來吃。我們現在又度過了7點半可以去逛逛街了。他睡覺了。我剛才想說我是探暈還是累，看起來超累，有吧？左邊放一張圖，你知道我懂那個疲勞感。平常因為有時候我工作，然後他的保姆嘛，媽媽嘛。還有時候阿公阿嬤帶你，有時候呢，我覺得那個疲勞感轟炸是那種，就是每過幾秒鐘你就想說，他有沒有怎麼樣？他有沒有危險？他有沒有噎到？他是不是把它弄個弄這樣？就我覺得那是一種精神耗弱的累。但是你看他有累嗎？沒有，只會瓦流。所以如果現在按照睡覺時間開回去，大概半個小時，換個衣服，整理整理，要睡覺了。走啊，回家。你看我今天去了幾個地方，我們就搬了幾次，而且每一次的地方上去跟下來都要各1次，乘2重訓。现在时間8點半，但是還沒洗澡，還沒泡奶。如果他沒有喝奶，晚上會起來哭，所以我們先趁他現在睡覺的時候，偷偷把他放下去。软的没事。8點50分，結束了吧？地板還沒清，我地板等我等下洗完之後再清。結束了，但今天有最重要的一步，哪一步？
白天出門，臉上沾了一整天的髒東西，用潔面泥洗掉油污，比用清水洗臉更清爽。好，海洋巨藻和維他命原 B5， 幫助保濕，改善暗沉，讓你的肌膚更亮。晚上用精華水，是因為睡覺的時候皮膚細胞更新得更快，在這個時候使用呢，就是疊 buff， 讓你的保養更有效。不知道原因的話，你就會想要跳過；但是知道原因的話，聰明的你就不會跳。最後一擦，質地清爽，水感瞬間吸收。男人說到保養都會有點別扭，尤其我真的很討厭臉上有油油的感覺。我現在的保養概念比較像是簡單保濕，把臉洗乾淨，把水補回去就好了。帶一個1歲的副總非常累，如果你的保養也這麼累，那就沒必要了。保養3步驟：1洗、2拍、3保濕，保留你的精力，把時間留給副總。感謝你們的贊助播出，結束了嗎？我要收東西了。沒錯。台灣這個月的出生率已經是在我出生那一年的1/5。聽說這個月只有6000多個人出生，不到7000人。或許是現在的各種壓力，還有各種問題，讓許多人不生小孩，或者是小孩生的比較少，所以也就造成了整個社會上對於小孩的不諒解。整個社會分成2派，網絡一大堆人要教你應該怎麼樣教育小孩，告訴你說你那樣做不對。尤其出最多意見的，都是從來沒有生過小孩的人。很像有一集我們在跟居住學聊天聊到的一樣，許多人都只能看到當下的片段，他或許沒辦法看到那位爸爸或那個媽媽，他已經被轟炸一整天，他的工作可能出了問題，或是他家裡出了狀況，但是他一樣要強顏歡笑的帶着小孩度過這一天。或許大家看到副總的一天，已經比許多人還要幸運的非常多，但是一樣可以把我們搞到身心俱疲。這不過就是許多人家裡一般的日常，或許是許多媽媽一天的日常。但或許如果是日子過得更辛苦的人，或者是單親的家庭來說，只能跟你們大家說，各位當父母的人真的辛苦了。要當一個爸媽真的不容易，要當一個帥氣乾爽的爸爸更不容易。但是我可以。你的名字怎麼寫？舒查哈爾燦。這樣子嗎 ？OK 嗎？開手。都会写自己的名字了。台中還有沒有什麼推薦，就是可以帶父子走的地方？台中好像就是百貨公司啊、公園啊，還有什麼？游泳池啊，然後又是百貨公司啊，百貨公司啊，又是公園啊，公園啊。台中没有什麼，就是特別可以玩樂的地方。看那是什麼？吳郭魚、台灣鯛。我們以前念書的時候，老師都罵我們是吴郭魚。然後拎吳郭魚哦，有什麼意思嗎？對，腳賽短。那如果老師以後罵你，要跟我講哦，我得開點去起吳郭魚。如果你喜歡我跟副總的生存遊戲的話，你可以按喜歡，這樣子我們之後才可以一起合拍更多的影片哦。你不喜歡？各位超認真頻道的會員朋友們，大家好！本月我們的超認真的好事多呢，所提供的商品有這些。